大家好，春节到了，兔年吉祥，申万我先在这里拜个早年，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兔年兔出。现在，王一博与博纳的重量级大佬，简直日日拉票，秒秒宣传，让所有心心念念的摩托姐姐们，要么紧张万分，要么兴奋无比，像个陀螺一样，忙得昏天黑地。那么，最终的效果如何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能说王一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最认真也最豁出去的人。通过博纳近期的几组重拳出击，王一博无愧流量巨星的号召力，而且真真正正做到了使命必达。即便自家的粉丝对他的要求显得更高更强更快了，因此博纳明晃晃也抬高了加码，打算一口吞一个胖子。所以王炸姐姐赵丽颖相比之下就显得毫无压力了，不仅是因为现在压根就没人逼她吃胖子，而且赵丽颖从天而降的黄金特权，简直直接闪瞎了申万我的太金眼和香金口。而且这种傲娇无比的特权还属于党妈的央视，背后的原因既简单也暖心。申万我只想说，拼命的人是有福的，无论王一博还是赵丽颖。当然了，前者还是要悠着点自己的身体，再年轻的身体也不是钢筋铁骨，也要千万保重。您说是不？2023年1月15日，在南方小年夜这天，湖南卫视打响了卫视春晚的第一枪。其筹备已久的兔年春晚终于如约而至，和往年一样，今年的湖南春晚依旧是众星云集，流量大咖更是轮番登场献艺，引发的话题也是一路热度暴增。只是晚会落幕之后，与其相关的热搜词条却显得不大友好。近年来，明星在各大演出舞台上的假唱现象早已蔚然成风，今年的湖南春晚也没能逃离这个弊端。而被曝假唱的演出者正是顶流小生王一博。直到16号，有关假唱的词条还被高挂在热搜榜单前列，这就是申万我时常表示担心的。据悉，王一博今年参加湖南春晚本身就身负任务，目的是为他即将上映的电影《无名》做宣传。为此，他在湖南春晚舞台上演唱的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插曲，但是却被很多观众指认为涉嫌假唱。眼看着这件事引发的舆论愈演愈烈，16日一早，歌手杨培安发布动态表抒发自己的感想，语气激愤地痛斥假唱这种不专业的行为。其中杨培安还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有的人明明在假唱，却死不承认，言辞也是相当之犀利。申万我常说，负能量的东西不要用力发酵，正能量的东西需要发光发热。结果很多负能量的词条往往就在冲突和矛盾中不断的吸引注意力和更大的风向。您想到没有，如果发酵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会如何呢？这有可能吗？申万我只想说，不可能的事情千万，发生了就可能了。央视春晚已经进入第4次联排，原本以为参加演出的嘉宾人选基本确定，没想到又有内娱大咖现身联排活动，而且还是空降春晚联排。在这第4次彩排中，从到场的嘉宾来看，基本上春晚邀请的艺人就已经基本上确定好了，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么这个阵容也是不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而且前3次彩排中的确看到了不少明星艺人，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第4次联排中竟然还能看到新面孔的出现。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去年的这个时候赵丽颖简直忙得四脚朝天了，因为2个字，紧张。至于怎么紧张，您回顾一下就紧张起来了。这次在前面3次彩排中，虽然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新面孔出现，但没想到到第4次彩排时，居然还在上新人，而且还是之前几次都没有看到过的嘉宾。申万我聊过，前3次彩排都是没有赵丽颖的身影的。赵丽颖也曾经高调现身北京卫视的春晚彩排现场，于是乎，很多人都以为赵丽颖无缘央视春晚了。没想到的是，赵丽颖出现在了第4次央视春晚彩排的现场，这也意味着赵丽颖不仅登上了北京卫视春晚的舞台，也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赵丽颖这次算是已经确认正式入选央视春晚，实在是可喜可贺。当天，她低调出现在彩排现场的大门口，包裹得严严实实，没有佩戴N95口罩，只是佩戴了一般的医用口罩。
由于身穿的衣服太多，导致下楼梯的过程中都看不到楼梯的阶梯了，真的有点叫人担心。旁边的群众都想要上前扶他一把，避免他摔倒受伤，场景相当暖心。那么，为什么赵丽颖这么突然，这样空降呢？申万我只想说，原因同样很暖心，也很简单。这次歌手杨培安突然跳出来发文谈自己对假唱的看法，原因同样很简单。他说，我不能接受我杨培安假唱，也不能接受有人明明假唱却死不承认。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骗得了所有人，别连自己跟老天爷都骗了。虽然杨培安没有指名道姓，但很显然他这明晃晃是在内涵王一博，因为当晚假唱登上热搜的就只有他。很快，杨培安的评论区就遭到了王一博粉丝的沦陷。或许是争议太大，杨培安再次发文解释，称自己指责针对假唱发表个人看法，并没有针对某一位歌手，希望某些粉丝不要对号入座。紧接着，杨培安在评论区与网友互怼，有人称他又当又立，明明内涵的是王一博，又突然发文澄清，完全就是蹭热度。话说，这个杨培安年轻时有过几首传唱度高的歌曲，后来由于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渐渐消失在了歌坛。这次发表假唱对假唱的看法，明里暗里内涵王一博，粉丝自然是不会答应了。但也有人表示，杨培安好勇敢，毕竟这年头敢说真话的没几个了。说到这种火星撞地球的严重对立，您感觉出什么异样了吗？就当时的假唱现场而言，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可能会发现王一博没带耳返。在这种大型晚会，舞台表演是不科学的。耳返的作用就是在大空间里，为了避免听现场音箱传出的声音有延时，导致节拍跟不上。但不带耳返的王一博是怎么实现和牌子严丝合缝的呢？而有粉丝为了反驳网友质疑开场时拍子没跟上，反倒解释是不是有延时，真的让人很无奈。其实王一博的一些老是着急忙慌的真爱粉丝，大可不必如此努力的为偶像挽尊。在假唱已经成为大型晚会的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即便真的假唱也不丢脸，努力的解释反而会适得其反。而且假唱的指责对王一博的个人形象、流量热度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现在好了，严重的攻防和对立之下，不仅杨培安相当的火大，最新的一波风向现在也开始流出了。也就是说，再对立下去的话，可以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上的较真和攻击了。众所周知，法律可不是儿戏。申万我全网独家，先知先觉，铁口研判的无牙签入狱事件，就让所有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亲眼目睹和见证了整个法律流程的始末和结果。中奖一样，丝毫不差。申万我几乎从苗头到定案，全程预判和铁口了最终的牙签结局。所以说，双方较真的人一定要预判法律法规的后果，不要意气用事，因为当事人或者说正主才是最后裁决的承受者，要么全身而退，要么身败名裂，赢家只有一个。请注意，申万我已经留意到关于假唱的相关处罚条例已经被拎出来了，准备好了，里面可是明晃晃说的明明白白的。也就是说，通知明确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演出活动的内容管理，坚决抵制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违反公序良俗、畸形审美等行为，树立正确审美导向。明确演出活动不得使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失德演员，明确要求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违者依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予以处罚。要求演出经纪机构在举办演出时严格履行依法纳税以及代扣代缴有关税费义务。说到这，您也就明白了。这样追究下去，赢的注定不会是摇旗呐喊的死忠粉丝，输的更不是那些吃瓜看热闹的闲杂人等。把事情搞大，只会让鼓动风向的人志得意满，引得杯落了，受害者反而相当的无辜，因为他是被那些后知后觉、粉碎正主的真爱们合伙架在了火上无情烧烤的。申万我常说，团队，恰恰好。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看得懂风向的姐姐弟弟。当然了，申万我只能说，真爱粉的心其实也是单纯的，一切其实都是心中的完美惹出来的祸。
您说对不？所以申万我常说，世界上压根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造出来的十全十美，其实相当的害人累己。如果买的真爱留意一下，都会发现最新的采访中，王一博一直在咳，估计是因为嗓子很不舒服。这种洋的前提下出现在舞台，无论各种情况都特别容易被人理解。一味的死扛完美的形象到底，一味的死磕自信的真相到底，只会让事情更加的复杂和不利。小事化大，对谁有好处呢？团队，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想说一句，看不清风向，就看不懂方向。有时候，或许静静的当个同路人、同行者，申万我相信任何的正主都爱，也都安慰。您说是不？对于赵丽颖此次空降连排现场，有的网友表示，只有特别好的节目或是嘉宾才能跳过之前的彩排。不论此言是否符实，申万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无论如何，就在赵丽颖刚刚露面彩排现场，就已经轻松登陆热搜榜，这也能显示出赵丽颖的高人气。这种实力说话的景象，申万我是喜闻乐见，能量深受的。这次王一博回家，其实是为了选择自己主演的电影《无名》，就连博纳总裁于东都夸赞王一博在里面表现不错，汪涵也帮忙谢导演能够给王一博机会。原本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没想到却因为假唱翻车了，败坏了一波路人缘。最近对于王一博粉丝来说，那可真是天天堪比过年。为了宣传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无名》，王一博已经从暗月看不到人影，转变成了天天看，一天看3次的频率了。不论是博纳影业还是导演，或者是王一博，对于《无名》这部电影都是充满了期待的。东方卫视跨年去了演员王一博，平遥国际电影节去了制片人于东、导演程耳、演员王传君，湖南卫视小年夜去了制片人于东、导演程耳、演员王一博，上海发布会去了制片人于东、导演程耳、演员王一博。李佳琦直播间有是导演程耳和演员王一博做客，在宣传电影这方面，不论是于东还是程耳还是王一博，都是劲儿往一处使的，奈何这个剧组人员真的太过于内向了。无论是参加什么节目的宣传，大家总能看见程耳磕磕绊绊的讲话，王一博不 Q 就绝不开口，也就于东是博纳董事长参加的大型活动多，但也是一番同样的话说几遍。明明这个剧组就没人搞笑，但看起来就是很好笑。于是可以拯救这个无声剧组的男人出现了，那就是人间唢呐第一直播李佳琦。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中，李佳琦一出手就直接卖出了80万张无名的代金券，让程耳这种喜欢登报宣传的老年人面对网络直呼好神奇。而大家在观看李佳琦直播间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李佳琦与无名剧组的对比实在太明显了，一边是 GIF， 一边是 JPG， 这边李佳琦在奋力的在 Q 着流程，不让场子冷掉，一会儿让自己的小助理旺旺说上海话给大家猜，一会儿自己亲自上阵，屡次让程耳接受采访，更是拿出了自己的爱宠 Never 交给王一博。后期的 Never 更是全程站在王一博的腿上，让不少粉丝直呼想要魂穿 Never， 真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羡慕谁。不过申万我更在意的是这个 Never 怎么这么像赵丽颖的宝贝疙瘩呢？申万我在此也欢迎您在短视频区寻找更多的答案。相比较于其他电影剧组的拍摄，程耳导演也透露无名剧组人员都是比较安静的，一是大家本身话就不多，二是为了要符合所拍摄内容反映的时代背景，演员所塑造人物内心所承受的自然容不得他们嬉笑打闹。这些品行在塑造角色时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在进行影片宣传时，那真是恨不得都将其他人推上来接受采访。在经历了无名剧组人员的宣发旅程中，网友们惊讶的发现，还真是去了李佳琦直播间，他们的话才更多了一点。在宣传无名上，李佳琦甚至说的比主演和导演都多，粉丝们都笑称程耳导演在离开直播间时，都恨不得把李佳琦带走做自己的嘴替。距离大年初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无名在排片占比远远低于其他影片，黄金档场次也极少的情况下，依然领跑春节档，这足可见大众对这部影片的期待程度。截止到1月16日晚9点，
无名的预售票房已经达到了3442.57万，官方认证，可算是再度登顶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只能说，王一博居功至伟，没有之一。然而，这种肉眼可见的加班加点、辛勤忙碌和庞大工作量，其实还没完。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肯定呢？在本次春晚联排中，内娱八五花女星赵丽颖无疑是最大亮点和惊喜了。因为之前的几次彩排活动中，赵丽颖从未现身过，此次直接进入春晚第4次联排活动，难怪会让一众网友感到惊喜。在前3次彩排时，她并没有到现场，也没有被拍到露面过，所以这次赵丽颖的露面的确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外，但细想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在2022这一年里，赵丽颖的作品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论是幸福到万家，还是风吹半夏，演技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观众缘有所提升，还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成功转型向实力派女演员进军。所以春晚选择邀请赵丽颖也是正常之举，毕竟好作品和高人气都会让她成为春晚的一大收视看点。在当天的彩排现场，因为赵丽颖的惊喜空降，现场很多媒体都在往那一处倾斜，有些媒体没有抢到好的位置，连她的近照都没有拍到，只能远远的看着对方的背影。从这一点来看，也足以说明赵丽颖如今的人气之高，毕竟再怎么说，她现在也是女明星中的顶流了。虽然是顶流女星，但在彩排后场时，她的穿着打扮并没有过于高奢夸张，反而给人的感觉十分亲切，有一种既年轻时尚又很亲民接地气的既视感，也是很多一线女星没有的那种气质，难怪她的路人缘这么好呢。从现场视频来看，赵丽颖空降彩排现场似乎引起一阵骚动，众多媒体都涌向一处，根本无法拍到她的近照，只能拍到她的背影，由此也看出赵丽颖的高人气。稍后，赵丽颖才走到室外，开启彩排后场模式。此次赵丽颖穿了一款毛绒拼接外套，造型简约大气，拼接元素又很显潮流感。虽然赵丽颖身居一线咖位，但她的这款外套却不走高奢路线，价位比较接地气。这么看来，赵丽颖在穿搭上还是很有个人品味的，不选贵的，只要对的。特别是赵丽颖的那条格纹围巾和拼接外套再度成为网友询问的焦点，也许赵丽颖可以再度晋升为本届春晚的带货女王。不论如何，对于她的空降，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激动开心的，尤其是看了风吹半夏后的朋友，对赵丽颖也是越看越喜欢。这一次，赵丽颖真的要再次化身成为实至名归的国民女神了吧？成绩比人强，自然回报滚滚来，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金色的票房成绩也是博纳8辈子都要死磕死追的目标。虽然无名首日预售票房成绩喜人，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首日预售票房榜前3的电影与想看人数的排序正好相反。按照猫眼想看人数排序，《流浪地球2》为113万，《满江红》为91.4万，无名54万。猫眼专业票房数据显示，无名领跑春节档首日预售票房，但想看人数排名第3。造成实际预售票房和想看人数倒序的原因，与无名主演阵容有关，尤其主演之一的王一博是女性粉丝数量庞大的顶流明星，这里优劣明显。申万我的过往深扒，硬核保证不为人知，原因总结其实也就只有2个字。在猫眼想看的用户画像中，无名女性用户占 79.4%， 年龄以20到24岁居多，于是乎他们积极热情地参与首日票房的预售，力求替偶像的电影抢占更多排片。但无名的首日排片仅为 13%， 首日排片场次为 3.1 万，也远远低于《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众所周知，档期内的排片数量将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票房结果。而在此前部分电影媒体对春节档电影的票房预测中，无名的预测票房甚至低于一部春节档常客动画电影《熊出没》。伴我雄心。为何业界媒体都不事先看好这部电影？很简单，因为导演。无名的导演程耳是近年备受瞩目的电影人，第2部长片《边境风云》即声名鹊起。2016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更是惊艳影坛的话题之作，云集了葛优、章子怡、前野忠信等大牌明星，描绘出一出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群像戏。
无奈因为故事文艺气质过于浓郁，叫好不叫座，最终只拿下1.22亿元的累计票房。借用电影里袁泉的一句台词来形容，这是艺术片，导演没打算让我们看懂。这是艺术片，是拍给下一个世纪的人看的。为此，Shin Wan我也第一时间全网首个提出了干货满满的质疑。也就是说，无名片方居然正儿八经的在1月7日发出了超级商业片双预告，在揭开角色神秘面纱的同时，也让观众首度窥见成尔如何打造出极具质感的超级商业片，包括紧张激烈的动作戏、枪战一闪而过、西装革履的梁朝伟、王一博二人立场难辨，沉默中爆发枪战对决等等等等。即便这些元素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的眼里，其实离商业还是有距离感的，更谈不上自拍胸脯、人格担保、从天而降的超级二字了。对于赵丽颖而言，这次空降意义非凡。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一定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Shin Wan我第一时间跟踪深扒的赵丽颖春晚的点点滴滴。相比之下，这届的春晚除了空降大家所熟悉的明星大咖之外，还有演员黄渤竟然也出现在了现场。要知道Shin Wan我可是聊过他的，他算得上是内娱圈中数一数二演技出圈的丑星，没想到黄渤也将要登上春晚的舞台。看来这一届的春晚不仅仅是看颜值的，更加要比拼大家的才华了。看来诡异的2023年还是足够诡异的，不过这次的诡异是好事。也就是说，只要不是纯靠脸吃饭的节目，相信很多演员都会感到安心。作为直播类的节目，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也意味着他们的除夕夜也在央视直播台内度过了。直播对于艺人的要求，一般情况而言都是非常高的，不容有失。不得不说，这一次能够登上春晚舞台的艺人非常多，高达50多位，基本上已经代表了国内娱乐圈的全部一线艺人了。只要是还没有退休的，名气不错的，各方面的素质都过关的艺人，都将会被邀请登上春晚的舞台。特别有代表性的还将有港澳台地区的艺人们，他们的到来也意味着央视春晚变得更加热闹。这对于观众而言是一场盛会，对于艺人而言是一场考验，也是一场机会。对于熟能生巧的赵丽颖，作品在手，傲娇我有，自自然然，比去年此时的心情大为不同了。说到这，您认同Shin Wan我的说法不？即便您不认同Shin Wan我的这个说法，相信您也会不认同博纳的那个做法。为什么Shin Wan我会这么说呢？因为Shin Wan我对博纳现在拼命使用摩托姐姐冲击票房和钞票的做法，基本上不以为然。因为Shin Wan我老是强调，票房对王一博投身电影的加成有限，重要不是这2个字。这次博纳通过直播也生生地拽上了中国第一直播和王一博，为自己赚钱赚吆喝。这场景就像商场操办试吃活动，小范围进行路人试吃，大家如果喜欢，评分如果很高，那么后续的宣发动作就应该迅猛推开，相得益彰。所以Shin Wan我实在不明白博纳的零团队操作和直播室的思路，为什么一下子要铺开一个1亿人的超级场面，招呼所有能招呼的路人，同时间试吃和强卖，而且另外一边厢还拼命的卖惨呢？当然了，相关短视频欢迎您自助一把了。有没有人想过，如果万一有个如果，谁来承担这个如果呢？会是博纳吗？一针见血，对王一博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影评，会去专题探讨博纳市场占比和他的钞票吗？舍命陪君子，有时候得看人，也就是说，前提必须得是君子，那么不是陪你走的君子，是培养皿的君子呢？